完了，美元 2.0 没来，美伊 2.0 又开片了啊！现在问美国又不让伊朗石油用美元结算了，是美国在制裁伊朗呀，还是伊朗拒绝支撑新的石油美元呢？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封锁，全球资本到底有没有免疫呀？要是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14条美国赢麻了的思路，那现在大统领损失可太大了啊！要是按照14条丧霸权如美国的思路，伊朗正在乘胜追击，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在中东的控制力，冲击美元的实物资产的控制权。按照大统领在北约峰会上7月8号的说法啊，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现在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当天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的第5舰队司令部再次出手，大统领人就在北约，然而北约呢依旧没有启动共同防御条款。现在就问美国到底赢没赢？美国如果那么赢，北约如何按捺得住啊那双共襄盛举的小手？据法新社7月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一场关键峰会落幕之际向盟友释放了出人意料的友好姿态。虽然在峰会开幕前不久，他还因为各国对其伊朗作战计划的配合问题猛烈的进行抨击盟友我所期待的大统领的那种精彩的表演，没有在法国之前G7峰会上面大放异彩，倒是在这次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把黑天鹅的这个窝都给炸了目不暇接。会议开始之前，特朗普以群主的身份大肆指责北约的盟国不愿意配合其针对伊朗的行动，然后又再次瞄准了格陵兰，群主公然向群成员丹麦索要领土，岳不群都得嫁个独生女儿给人家林平之才好意思图谋人家的宝贝。西方的绅士就是没有那个道德包袱，抢就抢了还遮掩什么？大统领最近应该是因为美国250周年庆典狠狠的补习了一下历史，都开始引经据典了自古以来了，说二战时希特勒一天就把丹麦打趴下了，是美国帮助照看的格陵兰，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应该是美国的为了让这个强盗逻辑显得更合理，还顺手又把我们拽出来当借口，说连巴拿马运河都不应该还因为呢我们正在盯着那儿呢。那丹麦首相和欧盟当然是跳着脚的抗议喊主权不可侵犯。要知道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世界霸权权杖的步骤里，非常核心的一步就是逼着殖民的宗主国尊重殖民地的主权，让殖民地独立，美其名曰自治自觉主权独立，其实就是通过把殖民地市场独立出来单独料理，凭借自身在当时的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制造业优势来占领全球市场。随后呢，美元的这个金融潮汐手段不断成熟，美国更是可以干净卫生的以全球秩序、金融规律之名进行剥削掠夺之实。美国长期以来维持全球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软实力，就在于它可以将自己的霸权合理化、隐蔽化、规则化，并且把自己包装成西方文明和规则的捍卫者。北约的存在前提是大家让出一部分的主权给美国，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现在倒好了最大的领土威胁不是外人，而是这个收保护费的大哥。大统领这种不加掩饰的孤立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结合体，实际上就是在把美国从一个能够号令群雄的全球秩序主导者，降级成一个只会恃强凌弱的西半球军阀。如果不给地，那就得给钱。面对西班牙，大统领在记者面前把人家骂的是狗血淋头就因为西班牙没有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他甚至当场转头就命令自己的财长贝嫂立刻切断跟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现在贝嫂他也不容易动不动就被大统领现挂这咋立刻切断一个欧盟国家和北约国家双重身份的盟友跟人家签的一切贸易规则那都是一揽子的协议没有办法单独拆出来西班牙其实也是看准这一点的使劲的逮着美国的肺管子猛踹。想切断西班牙，就得拿超过 1.2万亿美元体量的美欧贸易网当做人质。欧盟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你根本不可能在物理上或者经济上单独的切断跟西班牙的贸易，而不伤及美国自身的产业链。那这呢，大概率呢又是一场为了迎合国内民粹的一个政治表演至于这种表演的代价，美国和川普现在应该都顾及不到了。大统领现在是凭一己之力把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从所谓的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地缘契约变成了一份随时可能因为价钱没有谈拢就遭到单方面撕毁的商业外包合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那真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5步之内必有解药，他就是特朗普的解药
面对大统领要地盘、砸饭碗、骂盟友的齐脸输出，这位秘书长啊，不仅照单全收，还公开的表示说自己就是喜欢大统领这个人，甚至在面对记者质问你难道没有自尊心吗？这种时候，吕特气定神闲的已读乱回，心说这岗位选人的时候就是挑我这种没自尊的找的啊！欧洲都没有自主防御了，还谈什么自尊心呢？俄乌冲突已经把北约炮制入味了啊，随时能下锅的那种。北约哪里有资格跟美国谈自尊？全靠秘书长彩衣娱亲哄好干爹啊，不然这家都得散。欧洲现在最有攻击性的反抗，可能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那双卡姿兰大眼睛啊，翻出来的白眼。而乐子呢，他是说来就来的啊，就在大统领大闹安卡拉短短数小时之后，态度突然就从尖锐的对立骤然转化为温情的示好。根据一名参会知情人士向法新社的透露啊，说闭门会刚开始之后，特朗普的态度就快速的缓和，并且说啊，我们愿意与各位继续并肩站在一起，明确表示美国不会离开这一军事联盟。这里面到底什么变了呢？大家心照不宣啊。北约跟美国没法谈自尊，可是现在被伊朗折腾的焦头烂额的美国跟北约他也是要不了一点面子呀。目前的情况是，美军多轮次的猛烈轰炸，在4月8号停火之后呢，第一次使用了巡航导弹袭击了伊北部的2座铁路桥，而伊朗那边一点都不惯着啊，光速反击，导弹和无人机直接就招呼到基地去了，然后还痛批大统领言而无信，令人作呕。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在美国自己长期的铺垫下啊，伊朗通过掐住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掐住美联储，因为油价上涨，联储不能降息，整个美国从底层的民众到 AI 科技的巨头都卡在那里啊。那各位想想，伊朗怎么不早用这一手？早用早灵了呀，早都解除制裁了呀。其实大家想，要是现在美国跟我们还是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石油没有被制裁，现在的伊朗并不能够实现撬动美国的物价和阉割西方制造业的这个效果。可是就是在美国大搞有岸外包啊，重返印太，跟我们脱钩断链，才使得美国现在的工业品非常紧张。再加上关税战把有岸外包给干趴下一片，本来好宽阔的路被自己给走窄了。现在伊朗顺势就跻身为大统领的这个福报好好的报应给大统领。那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绑定的其实是美国的物价和美元的未来，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是靠长期稳定的供需和美元的结算信用来绑死的。过去很多年，全球默认美国能够提供中东石油的安全保障，所以大家都认美元的定价，进而衍生出庞大的金融期货交易。而现在呢，美国自己下场成了最大的破坏因素，动不动就要封锁海峡，打击核心设施，这种轻率的决策直接就从底层动摇了美国保证能源供应的信用。当原油的大宗价格被这种不可预测的政治因素严重扭曲，金融市场的期货价格和真正可以合理组织生产的价格高度背离的时候，原有的这个定价护城河它就裂了。中东越乱这种意外事件的外部冲击越强，旧体系的这个撕裂它就越严重。那对于真正需要实物交割的买卖双方来说，无法对冲风险的旧规则它就成了累赘，这就给了其他能提供稳定产能和标准化结算方案的区域以重塑规则的窗口。如今欧洲、日本、韩国大量的化工厂正在永久的停产关停，这波全球性的产能撤退直接就导致了海量的化工订单从欧美日韩大规模的转移回我国。荷兰、德国2大化工重镇大面积的现在减产停产，陶氏、壳牌、道达尔、英力士这些国际巨头纷纷关停乙烯、苯酚、硅材料等关键矿产资本更是彻底的看空欧洲化工。25年欧洲本土新建的产能投资比22年暴跌 81%， 那今年得跌成什么样那都说不好的事儿。日本化工说了好多次了基础化工产能持续收缩，没了乙烯香蕉都得吃焦绿的，你就说它焦不焦虑吧那韩国曾经盈利的主力PX 乙烯装置也从去年常年的满产降低到如今 70-80% 的开工率。原料涨价，环保收紧，利润压缩导致的大量精细化工产线只能低负荷运行，新项目不敢落地，老装置频繁停产。这意味着的是什么呢？意味着全球的化工即将被我们包圆了。那我们作为化工这一层的包圆者，那么上游的原材料定价权到底现在在垮在波斯湾的美军手里，还是在没有了美军加息降息赋能的美联储的手里，或者
是在我们的这个食物主权手里呢？大家可想而知，全球秩序就是在从军事到政治，从大宗到金融的深刻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百年一遇的变局不可能在和风细雨中完成。无论是外部地缘的乐子，还是近期市场的震荡，本质都是全球主导权争夺的涟漪。风物长宜放眼量，慢就是快，稳就是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希望各位能听懂其中的意思。